各位朋友啊，郑丽文访问大陆习政会之后呢，带去了大陆的善意。可是呢，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这帮台独分子对于这份善意的表态，让中国大陆的网友啊都感觉呀，好心当了驴肝肺啊，纷纷都说累了，干脆就武统吧，毁灭吧，没有什么别的途径了。对于这两天赖清德向外窜访被堵截啊，郑丽文呢，这个不愧是台湾的担当。郑丽文的表态啊，态度是很端正的。可是呢，除了郑丽文之外，包括国民党下一步要合作的民众党的黄国昌这个柯文哲，一直到国民党内的这些老蓝男们啊，这个老蓝娘们们啊，对这个事情纷纷给郑丽文撤梯子泼凉水啊。岛内的名嘴谢寒冰、郭正亮揭露了，说这个赖清德呀，没准啊，他们是自导自演。这个谢寒冰说啊，你们蓝白都被骗了啊，说赖清德窜访被堵截是民进党自导自演的丑剧和闹剧。其实民进党当局早就知道没有获得三国的飞行许可，不是答应了许可再反悔，而是一直就没有申请到飞行许可。民进党当局敲锣打鼓之时，实际上这次的窜访能否成行并没有确定。但是民进党当局故意要到行前才公布窜访卡盒，并造谣说三国本来合法许可又临时反悔，自导自演。谢寒冰认为就是要抵消郑丽文访问大陆对台湾带来的正面效应，破坏大陆释放的惠台措施。对于民进党当局没有获得相关国家的飞行许可呢，郭正亮揭露，真正的压力来自于非洲联盟，因为赖清德除了要访问斯威士兰，回途呢还要去一个全世界除了以色列之外都没有承认的非洲叛乱政权索马里兰，从而引发了非洲国家的高度警觉。最后非盟出面要求相关国家不得发放飞行许可。民进党的故事只讲了一半，留了一半啊！国民党呢不需要这么快跟进。民进党当局说这是大陆的经济胁迫，没有任何资料来证实这一点。郭正亮说，民进党提到的这三个国家这个虽然小，但是人均的 GDP 均在2万美元左右，会有什么经济胁迫呀？你看他们是这么说的。那这个难得的是柯文哲对此事呢，他也表态说，这个阿扁是不是在搞2颗子弹啊？总统出国受访，你的看法大概是？出国外交受访，出国未當自己啊？咁啊咩一同？呢今日？哇，这个是这样的哦。目前整个世界局势还是中美对抗的局势的，比如说在中美对抗的局势之下，台湾怎么去寻找它的最佳的这种存活的空间嘛？这个就也许赖总统他对于他不能出国不能出访，搞不好他很高兴，因为这个符合他一贯的战略，因为他就是要升高对立。其实我发现他现在的竞选连任的策略很像2004年阿扁的打法，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数政府所以他的战略就是不断的升高对立。因为这样的到对立就会慢慢就是正反嘛会往这个五五坡这样移动，最后再使用各国战术。这个我看，因为每个人都跟我说，他后面操盘的就是邱义仁那人一向那种不要用那个太粗俗的话了，就是说人家说狗改不了吃屎的，就是说我应该一般来讲人是这样的，人会按照他过去成功的模式，除非他再遇到下一次失败。所以我现在看起来赖清德应该是采用2004年阿扁的选战策略，升高对立，那最后再用各国战的打法。但是我觉得代价就是台湾社会会陷入一个长期的分裂跟对立嘛，这是我一直很反对的。
我是不赞成他这种治国的方式跟选战的策略的。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赖清德就是代表中华民国。因此，当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在国际上面我们的外交面临打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发出一个清楚的声音。老共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这件事情，我们同样表达愤怒，我们同样表达没有办法接受。那只是到我们一个非洲的友邦去参访，也没有过境任何的地方，结果竟然去搞旁边的国家，不让飞机飞过去，我觉得这做得太过分了。我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而且对于促进两岸彼此之间善意的沟通跟交流毫无帮助。您觉得在政协会之后这样的一个做法会有后遗症？我觉得对于老共来讲，或许他们觉得他们在采行的策略是一手萝卜一手棒子，或许啦，但是我觉得他们采行这样的策略是非常不智的。为什么我说这样采行这样的策略是非常不智的？是因为当他们去打压赖清德的时候，他打压的不是赖清德个人，他打压的是台湾，是所有的人民，我们外交的空间。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感觉到不满的，绝对不会只有赖清德本人，也绝对不是只有民进党的支持者，而是他伤害的是所有生活在这块岛屿上面的人民。当他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只是把台湾推得越来越远，而且会给民进党政府更充足的理由面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样继续下去，恶意的螺旋只是会不断的加深，然后让两边要善意沟通交流的可能性进一步的下降，这不是聪明的做法。所以以前常会讲说老共在帮民进党助选，是他们到今天为止，我其实一直都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蠢的事情。太理解郑丽文主席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到处在讲说全世界都奉行一个中国原则。那今天摩里西斯这些国家，他就是听中共的话，就告诉你什么叫做一中原则。所谓的一中原则，就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叫做中国，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没有总统，就是这样。所以摩里西斯这些国家，他现在是在 follow 中共的意志，然后因为你台湾没有总统，所以你当然没有什么叫总统专机可以来申请飞航路线。如果说照郑丽文主席的讲法，全世界都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话，那他应该要兴高采烈，他应该要说摩里西斯这些国家做的都是对的，甚至要发贺电过去表示感谢。那为什么他会说外交挫败？我不太懂郑丽文主席的理由到底是什么。郑丽文主席作为最大在野党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实在不太知道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国台办昨天讲得很明确，中华民国没有总统，简单讲，中华民国不存在。那郑主席他前一阵子跑去中山陵讲中华民国几年就以为中共可以容忍中华民国存在，然后又回来又说习近平对台湾有多宽大，那很尊重台湾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那经过这次事件，那是没有人会相信的。我是希望郑主席不要再帮中共涂脂抹粉了。中共的立场是什么？是很清楚的，就是没有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没有总统，就是这样。好，谢谢。各位看完了以后什么感觉呀？我说国民党百年大将纲，处处赵少康，党外还有个黄国昌，再加上个老鼠眼梁文杰，怪不得中国网友累了呢，累了，毁灭吧，干脆啊，这个也别什么蓝白合了，你干脆蓝白绿合算了。郑丽文呐，现在的感觉是不是独木难支啊，我的朋友们？2028，郑丽文
如果是不能初选的话，你即便是初选，就是选那个所谓的地区领导人了，你即便是初选，克服了党内的大酱缸重重阻碍，你出来选了，那跟那个黄国昌能尿到一壶里边去吗？跟台独能尿到一壶里去吗？对吧？能选得赢吗？干脆吧，你们别那个这个那个的，干脆合起来吧，蓝白绿一块合起来，2029那就等着武统就完了嘛。累了，毁灭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